最近网上突然疯传的一支直拍，直接把周深2026深深的巡回演唱会推到了大众视野的中心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我点开链接的时候，还以为又是常规的官方舞台剪辑或者粉丝精修片段，结果越看越觉得不对劲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演出录像，而是一场把声音、肢体、灯光和情绪调度揉到极致的现场实验。很多人对周深的刻板印象还停留在 OST 大魔王修音免检护嗓音条件老天赏饭吃这些标签里，但这次直拍一出来，那些标签直接被现场的真实感碾得粉碎。全开麦、高难度编舞、密集的走位切换，再加上台下几乎能掀翻顶棚的跟唱声浪，你不得不承认，他早就不是那个只靠嗓子撑场面的歌手了。我个人看完这段直拍的第一反应是，这已经不是单纯的音乐表演，而是一次完整的舞台叙事，而且每一处细节都在无声地告诉观众，他对自己现场的掌控力早就跨进了另一个维度。咱们先聊聊这次的编舞设计。直拍里最抓人眼球的，绝对是动作幅度和密度的全面提升。以往周深上台，更多是站在麦克风架前，靠声音和情绪撑场，肢体往往是辅助性的，但2026年的舞台明显在动次上下了狠功夫。你看他那段副歌的走位，从舞台左侧快速切到右侧，配合灯光的骤暗骤亮和地面 LED 的流光轨迹，肢体线条被拉得极长，动作干脆利落，没有一丝拖泥带水。更难得的是，编舞不是为了炫技而堆砌动作，而是和歌曲的情绪起伏严丝合缝。比如中段那首偏暗黑氛围的曲目，他的手臂延伸、重心转移和突然的定格，直接把那种压抑与爆发的张力具象化了。我个人的感受是，很多歌手加舞蹈是为了看起来更忙，舞台更满，但周深的编舞是让身体替声音说话。你细品那些转身和呼吸卡点，其实都在帮观众把听觉上的情绪转化成视觉上的冲击。说实话，能把唱跳结合的这么不抢戏又加分的华语歌手，真的不多见。这背后绝对有专业编舞和舞台导演的深度参与，但更关键的是他本人对身体控制的精准拿捏。毕竟动作密度一上来，气息和节奏稍有不慎就会崩盘，但他硬是在高强度的调度里稳住了阵脚。说到全开麦，这才是真正考验歌手底色的地方。直拍里没有任何后期修饰的痕迹，你能清晰听到他换气时的细微声响，也能感受到他在连续走位和跳跃后依然稳如泰山的音准和共鸣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边唱边跳对气息的消耗是呈指数级上升的，尤其是周深这种以高音穿透力和弱混见长的嗓音类型，一旦气息上浮，喉位紧张，声音就会发飘或者破音。但你看他那段连续的高音推进，胸腔和头腔的切换平滑的像丝绸一样，甚至在某个长音结尾还能顺势接一个轻颤音，现场收音里那层空气感和包裹感简直绝了。我有时候会想，咱们总夸他天籁，但天籁背后其实是反人类的肌肉记忆、横膈膜控制和长年累月的呼吸训练。全开麦状态下，他没有选择降调、简化旋律或者用和声掩盖主音，而是原封不动地把录音室版本的细节搬上舞台。这种底气不是靠粉丝滤镜撑起来的，是实打实的声乐功底在兜底。我个人特别欣赏他处理副歌时的克制感，没有为了讨好现场而过度飙音，而是把力量藏在控制里，反而让情绪更抓人。你听他唱到动情处那种微微发紧的咬字，不是技术瑕疵，而是情感满意的自然流露。这种收着唱的功力，比一味往上顶要难得多，也专业的多直拍。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，其实是背景里那股几乎要溢出屏幕的跟唱声浪。你仔细听，观众不是被动的鼓掌打 call， 而是真的在和他一起唱副歌，甚至有些地方音准和节奏比台上还齐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的音乐早就不是单向输出，而是变成了现场几万人的集体记忆。2026年巡演的场地选择很巧妙，不是那种冷冰冰的开放式体育馆，而是带点弧形包裹感的剧场式空间，声音反射更集中，人声和乐队的融合度也被放大到了极致。我个人觉得，这种万人合唱不是靠流量或者营销堆出来的，而是作品真正沉淀到日常听歌场景，陪伴过无数人度过具体时刻的结果。你想象一下，当他在台上唱到那句大家早就刻进 DNA 的歌词时，台下突然安静半秒，然后声音像潮水一样涌上来，那种瞬间的共振是任何修音软件都模拟不出来的。有时候我会在想，为什么现在的演唱会越来越像大型 KTV？ 其实不是观众只想凑热闹，而是大家渴望在现场找回一种被理解、被陪伴的连接感。周深厉害的地方就在于，他既不刻意煽情，也不卖惨薄同情，只是安安静静把歌唱完，但那种真诚偏偏能戳中人心最软的地方。
直拍里能清晰捕捉到前排观众眼眶泛红，跟着节奏轻轻晃动的画面，那不是粉丝滤镜，是音乐本身在起作用。把镜头拉远一点看，这次巡演其实是周深个人艺术路径的一次重要跃迁。从早期靠综艺和 OST 积累知名度，到后来尝试独立音乐企划，再到如今把舞台当成综合艺术表达的载体，他的每一步都在打破外界对嗓音型歌手的隐形天花板。华语乐坛向来有个不成文的偏见，唱得好的未必能跳，能跳的往往唱功不够稳，能把两者兼顾且不被技术反噬的，更是凤毛麟角。但周深2026年的舞台，硬生生把这条边界给模糊了。你看他这次在编曲里加入的电子脉冲、现场弦乐的对话，还有灯光编程和走位轨迹的精准卡点，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流行演唱会的范畴，更像是一场小型音乐剧式的沉浸体验。我个人认为，这种转型不是赶时髦或者迎合市场，而是他对自己舞台生命力的清醒认知。毕竟嗓音会随时间自然变化，但舞台表达力、肢体语言和情绪调度是可以不断迭代的。很多歌手到了一定阶段就开始吃老本，走舒适区，但他反而在主动为难自己，把全开麦、高密度编舞、复杂走位打包成一个完整的现场方案，直接亮给观众看。这种自信来自于对声学环境的绝对信任，也来自于对观众审美升级的准确预判。你不得不承认，现在的演唱会早就过了听得响的时代，观众要的是完整的情感交付和专业的舞台素养，而周深交出的答卷确实配得上专业二字。再说说这次直拍出圈的现象，其实现在饭圈的直拍文化已经非常成熟，但周深这支能破圈传播，甚至被路人反复转发，靠的绝对不是粉丝控评或者数据女工熬夜打头，而是内容本身的抗打性。你随便截取15秒发短视频，都能看出气息的稳定、走位的流畅、情绪的递进，这种无死角的现场呈现本身就是最好的口碑。我个人觉得，直拍的流行其实折射出现代观众对真实感的极度渴求。在滤镜、修音、半开麦、电音泛滥的时代，一段全开麦、无剪辑、带环境音和真实呼吸的直拍，反而成了稀缺品。周深这次不躲不闪，直接把最原始的舞台状态摊开，其实是一种很高级的自信。他不担心你听到换气声，也不害怕你看到汗水和肌肉的紧绷，因为他知道，正是这些不完美的真实细节，才构成了现场不可替代的魅力。从传播角度看，这支直拍也给了行业一个明确的信号，好舞台不需要靠噱头包装，只要内核够硬，基本功扎实，观众自然会用播放量、转发量和二创热度投票。有时候我会感慨，现在的音乐市场太浮躁，但总有人愿意慢下来打磨现场，总有人愿意用真本事硬刚流量逻辑。周深这支直拍之所以能刷屏，不是因为它有多完美，而是因为它足够真诚。而这种真诚，恰恰是当下娱乐工业里最缺也最贵的东西。其实我想说的核心就一句话，周深2026深深的巡演直拍，不只是一段演出录像，更像是一封写给现场音乐的情书。全开麦的底气，编舞的克制与爆发，万人合唱的共振，以及他对舞台边界的主动突破，每一个细节都在证明，他早就完成了从被听见的歌手到掌控舞台的表演者的蜕变。我个人一直觉得，一个歌手真正的成熟，不是嗓音多华丽，高音多震撼，而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收，什么时候该放，知道怎么用身体、用灯光、用沉默去配合声音。这场直拍最打动我的，不是某个技术难点被完美攻克，而是他在高强度表演下依然保持的那种从容。你细品那种状态，会发现他不是在完成任务式演出，而是在享受与观众的共振。未来的华语乐坛会走向哪里我不知道，但至少从这场巡演能看出来，认真做舞台、敬畏现场的人永远不会被时代辜负。希望下一次直拍曝光的时候，我们还能看到更多这样不讨好、不敷衍，只对自己和音乐负责的现场。毕竟，好音乐从来不怕被放大，就怕没人敢真听。